傻子打开易拉罐，发现自己中奖了，中的还是特等奖5万块。可傻子不认字，赶紧问邻座的大哥，上面写的是啥？大哥也不含糊，直接告诉傻子，你中了5万块，这奖要到北京去兑。可傻子没去过北京，更不用说到北京去兑奖了。大哥说你把这拉环卖出去，他出5000。邻座的正义大哥看不过去，人家中的是5万，你给人5000，你那叫蒙人。兄弟，我给你1万块，中不中？这写的5万，这是下车，我给你取钱去，我带着卡呢，2万。我不会用，我就要钱。大哥把身上所有钱掏出来，也只有5000块，便想向邻座大姐借钱。等他兑了奖，两人再兑半分。可车上的乘客一个接一个离开，甚至还把几人中间的聋哑人大妈也带走了。原来3人是一伙骗子，这骗术太老套了，3人忙活一上午也没骗到人。扮演傻子的黑皮急了，演什么演？你说这些钱不就行了，费这事干嘛？演戏失败，3人来到机场，准备再试试运气。很快他们便盯上刚下飞机的国际大盗麦克，一身行头，一看就价格不菲，更别说手里还拎着的神秘箱子。见他拦下一辆出租，黑皮上前捂住眼睛，一拍万岁，给你单的机会啊！小军抢过箱子，钻进出租车。国际大盗麦克刚到重庆就被偷了，气得他张口就是一句国粹。我顶你个肺呀！3人拿着箱子回到住处，小军开始开锁。道哥的女友打来电话，让他陪自己去玩，可道哥事业心很重。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，我怎么能走得开呢？搞了半天打不开，黑皮上去就是一锤。这就行了，你费那事干嘛？箱子里面是一整套高科技盗窃工具，还有几张翡翠的照片。道哥断定这人是同行，3人决定将翡翠偷出来。另一边，道哥还在研究展会的安保工作。3宝的烟不慎落到展柜中，烫出个洞来。不过还好，翡翠刚好能将那个洞盖住。包哥在展厅周围租了房子，凭浩电影指定住所，夜巴黎招待所。这叫高灯下亮。巧合的是，道哥为了方便踩点，也住进了夜巴黎。2伙人仅有1墙之隔。干咱这行不难，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。失去全部装备的麦克来到五金店，重新买了一批装备。真正是密，保质保量，要发票噻。3路人马针对翡翠的较量一触即发。道哥等人率先来到展馆附近踩点，打扮成有钱人。要不说黄渤能当影帝，演什么像什么。牌子。班尼路，包哥毕竟是正经警校毕业，各种机关严防死守，甚至还挂上一块高压有电的牌子。哎呦，那个呀，还不就按照我说的行了，就直接拿个榔头搁那胡同口里一砸，砸完拿就跑，谁能反应过来，对不对？放下，注意素质。另一边，麦克也安好他的高科技道具，展馆内部尽收眼底，准备工作做完，只等今晚开始行动。